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2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车展落户到了新落成的上海虹桥国际会展中心。应该说，上海国际车展呢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顶尖的车展。那么我们很多车迷就看车展，看什么呢？有的人说我就是去看好车去，看看现在世界上这汽车呀先进到什么程度。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呀，我呀不光看车，我还看人。那车展里头那车模啊，模特太漂亮了。也就是说呢，这些年来国内的车展呢，有相当多的人是奔车模去的。可是这一次上海国际车展的主办方却事先放出风来，这届上海国际车展呢要取消车模。那么为什么把车模这个亮丽的看点取消呢？它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啊，咱们说取消车模啊，我估计有不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赞同，尤其一些去过车展的朋友，可能就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呀，媒体的长枪短炮，以及咱们这个去看车展的观众拿着这个手机拍照，拍什么？有人说去车展当然是拍车了，可是假如说你点开网站上有关车展报道的页面，你会发现那个图片多半是关于车模的，而不是关于汽车的。而这些车模的图片里头得有相当多的是穿着非常暴露的，来博出位，来博眼球。就是你要一打开车展的图片，你以为这不是这个车展的，你以为是模特大会。而且有一些车模他穿着打扮都甚至让一些人感到脸红，在一定程度来讲是非常有伤风化的。你这些年出了什么像瘦瘦啊、甘露露啊这样的车模，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就确实对这个社会风气啊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有人说这个人家爱怎么穿是人自个儿事，人家愿意露，怎么着你管得着吗？这可不对。为什么呢？我们社会是有公序良俗的，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是明确规定的，在公众场合你是不能赤身裸体的，凡是给大家带来那种不安呐、羞愧种种心理的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车展是什么？是公共场合，你在你自个儿家里谁也看不见，没人管你。但是在公众场合这个不可以。可是这些年我们看车展里面这个尺度稍微大点，有的就是在打擦边球，所以这个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序良俗。当然有一些喜欢看这东西，也有的人呢是因为这个跑去看车展，但是这个时候第一个它违背公序良俗，第二个车展本身是展车的，不是展人的，这样本末倒置，对车展的影响不好。你看，所以说取消这个车模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赞同。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尤其是模特行的人说，凭什么车展就取消车模了呢？让我们少了这块收入呢？这个车模现在这种现状不是模特行一个行业造成的，所以车模这行不服，认为这个东西一刀切，这是不对的。有人说这你这争的没意思了吧？你们这行这样还能怪人管吗？其实你细细追究起来，模特这个行业发出的抗议声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车模这块出现的一些低俗的现象，绝不是这一个行业造成的，而是车企、主办方和有些低俗的车模合谋才形成这样的现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车模真的不是主导的力量，它只是走向前台获得利益的这样一个既得利益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咱把这事分析分析，你就能看出来。首先一个呢，咱们得说中国现在这个车的销售，尤其是国产品牌，你发现车展上凡是请那些穿着特暴露的模特，凡是这样的企业，往往是国产品牌里的中小企业，或者是呢有的品牌急于推出一个新车型，他特别需要呢这个眼球经济，需要大家乌泱乌泱的到他这个展位上来看。往往这个车呢是在市场上不是很有竞争力的。因为中国现在的汽车销售呢，经过几年的井喷之后啊，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期，销量开始下滑，进入了真正的买方市场。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车企呢利润没以前高了，它更加需要在营销方面加大这种投入。所以一些不具备多大竞争力的品牌开始琢磨在车模身上做文章，都噼里啪啦拍，
拍完之后在媒体上一发表，说是这个拍这模特呢，那后边那不是我的车吗？间接起到宣传作用。所以车企对这事极为热衷。因为你拍的时候你很难单独拍一个人嘛，因为这些模特都是有特定的场景的，你比如说靠在车上身上，或者站在特定的位置啊。第二个极为热衷的呢是主办方。这现在在很多地方啊，有些小地方都经常举办车展，动辄就叫国际车展。为啥？办车展有账可算。你比方说，我这展厅总共15万平米，我1平米我敢报价1、2千，就普通的车展都敢这么报价。那你靠什么吸引车企来呢？说我这办得好，我这人多，门票一般的50块钱一张，30块钱一张，很常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能吸引车企来，吸引更多的人买票进来看，所以主办方也愿意用一些暴露的模特，产生这种低俗化的倾向。所以这个车企的主办方，整个这个车展的主办方，一次办车展下来，往往的收入都将近1个亿，差一点也有几千万。所以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之下呢，车企和这个主办方两方一拍即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反过来对车模界产生影响。有一些车模就诉苦说，你以为我们在那愿意穿那种什么这个低胸那个大尺度的衣服吗？不是那么回事。你就即使说是抛开羞耻原因，有的时候车展里边很冷，那一天下来冻的都能冻感冒，我们不愿意穿这个，可没办法，人家车企和车展主办方给你钱了，你必须要求你这么穿。经常有这样的事呢，在这个后台换衣服一换这个，车模说我不愿意穿这太 low 了，不行啊，钱给你了。很多车模也不愿意这么干，没办法，他们穿什么衣服往往不是由这个自己说了算，而是由车企跟主办方说了算。所以另外再有一个，我们不能排除车模里头有相当一伙人希望借这个通过博出位来获得眼球，通过炒作绯闻来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身价。而且这样的车模呢，严格意义说，模特界说他们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训练，只要他能出名，只要能多给钱，啥都干。就说他们不是模特界的中坚力量。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一看，它是什么呢？有少数的车模啊，再加上车企，再加上主办方合谋，才形成这种现象。你看我们在网站上打开有关车展的报道，你看网站竟报道些什么？往往搁到前面的图片根本不是车，就是车模。只有这样，网站才能获得点击率，获得了流量。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促成了这个现象。所以我说，主办方现在说一刀切的就不要车模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这么处理，太过简单，就嘁哩咔嚓我就把车模都戒了，这个事儿就都消除了吗？不见得。为啥呢？你有些车企琢磨了，是我们不用车模，但是我们这车来了不得是我们配置咨询员导购员吗？给你讲这车怎么的吗？我咨询员导购员我穿的暴露点，我都用女的怎么的？他逃避了你这个管制。就是如果这个车企和主办方他真想通过一些低俗的手段来玩这一套，你现在把车模赶出这个行业没用的。何况这个事儿对模特界来说确实挺冤枉。所以我说它的根本原因呢，不在于就是说这个车模来了搅乱了社会风气。所以真正积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要靠积极向上的东西引导我们在道德层面的提升，审美层面的提升，而不是呢你把具有诱惑力的东西一下都抹杀了就完事儿了，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现在来看呢，我们要想说把车展这个地方搞的是真真正正的宣传车文化，宣传高科技的场所，它主要的功夫不在于这上，而是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眼下的汽车文化没有到西方发达国家那个水平。我们就拿着刚才车模这为例子，国外不是没有，它也有，可是它绝对不像国内这种情况。在国内呢，往往穿着朴素，气质高雅，长相甜美的这样车模不一定怎么受欢迎。你要长相甜美，你要肯露，这一下受欢迎了。在国外不是，国外那个车模往那一放，展览上主要是气质。我长得好，但是我气质很高雅。它隐藏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国外车展里头，这个车模往这一放，背后是这个车，意思是呢，你只有这种气质的人啊，这种修养的人才配拥有这样的好车。人车是相得益彰的。所以这个根源在哪儿呢？是中西方的汽车文化的问题。就是我们你看这些年井喷式的私家车这么多了，
但是我们的汽车文化没有形成，包括酒后驾车这个，我们都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刑重点，才能够整肃到今天这个程度。就是中国真正的汽车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为什么呢？西方国家汽车文化是什么？高科技、理念。这个高科技跟理念是为什么服务的？为我的生活服务的。就汽车它只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代步的工具，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汽车可不仅仅是代步工具，它是你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你到现在你想想，有的时候同学毕业多少年凑一块说啥？现在开啥车呢？甚至把这个和你的职位是什么、收入什么的都直接挂钩。就说你这现在假如说很地位很高了啊，怎么还开这车呢？怎么那个不买那个车？你怎么还能开20万以下车呢？互相之间甚至拿这个当做匹配财富地位的一个象征。这就是东西方现在汽车文化最大的不同。你看，在国外车展上，大家比较热衷的往往是什么呢？那些舒适实用的这类车，而不是豪车。但是中国车展上，即使不去看车模去，更多人趋之若鹜的是干嘛？看那个顶级豪车，什么玛莎拉蒂呀，什么这个宾利呀，看这个谁买去了？大家在猎奇。你像西方国家的车展是，凡是到那看这个车，多数人是有能力买这个车的。我没有能力买那车，一走一过走马观花。我关注我买这个车，关注什么？它的性能是什么样？不是说它多豪华。你比方我这个地方不大，那我就得小一点，停车方便。哎，我不想多花油钱，我得怎么看它经济型能省油？我家里头呢人口多，还有宠物，我这车里边空间怎么能大点，座多点？更多的是考虑实用性。再一个，这个车无论是环保啊、外形啊，是不是我喜欢那种东西，能够打造那种属于我的一种生活理念，这是西方汽车文化的核心。但是中国这个汽车文化，一种是看着豪车，再一个是看这个车呢，那感觉上，哎呀，最好我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也想买一个车充充门面，买个好点的车。你像有的人兜里就10来万块钱，宁可借钱得买个20、30万车开来装门面。还有的时候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车其实它车的质量一般。你看咱们中国有不少日本车，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卖得好？日本车你要讲这个坚固程度，那照德国车照美国车差不少，但是日本车外形设计的漂亮。有的车你比如，哎呀，这车像宝马，哎，这车像那个保时捷，有的人就愿意买这个车，为啥？装门面呢，好看呢。或者什么呢？为了牌子，宝马这奔驰，我就冲这牌子去的。其实现在宝马奔驰它的价已经降的，有的这个配置低的车已经价还很低了，但拿这牌子我觉得我体现我社会地位。很多人没有把车当作实用的代步工具，没有把车当作实践生活理念的一种必需品，而是把车当作体现声名地位财富的工具，甚至啥把车当作奢侈品来供着。所以这个时候到车展来看的人才会对那些豪车趋之若鹜，跑到豪车跟前看着啧啧称赞的人。所以别小瞧车展这一块，它实际是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某些不良现象的一个缩影。所以就说仅仅把车展这车模给取消了，那根本不解决这个低俗的问题。这就像这个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一样，就说这个低俗不是通俗，单纯的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有的时候可能感官上你觉得哎呦赏心悦目了，但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精神快乐。为什么？这个背后隐藏着你为了追求这种奢侈，或者为了追求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往往给你人生埋下了无穷的陷阱。就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限制的追求自己的欲望，而欲望容易把人带进万丈深渊。如果这个车展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刺激了你一种不恰当的欲望，我们就该自觉的去警惕它。我想上海车展的主办方呢，取消车模的初衷是好的，他也是想守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种底线。比较合适的方式呢，是在车展要对每个车企有要求。你宣传你这个车，你有什么样新理念呢？哪怕你就是便宜的，那么你的科技是靠什么来支持你的便宜，来支持你的新理念呢？比方在你车展位置上，主办方要比较人性化的给你提供一些硬件设施，让你去展示你的技术和你的车的科技理念。这样的话呢，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上，真正关心我现在的财富地位配得上什么车，我应该买什么样的车，我喜欢什么样的车，让车展回归到
展车的这个本位上，而不是靠其他一些噱头来提升所谓的企业的眼球和知名度。所以我想经过这样几次的这个调整的话呢，车展应该回归到属于自己那个本位。我倒觉得现在的说取消车模呢，如果能够做到让车企和这个看车的人把精力都回归到车本身上，这就达到作用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仅仅形式上取消车模，根本也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我说一刀切的取消车模总是很容易的，但是能不能把真正的汽车文化带进车展，让车展成为传播汽车文化、传播高科技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场所，这是主办方应该考虑的。如果中国所有的这些车展的主办方都能从这个角度出发，那可能中国真正的好的汽车文化就会更早的一天在中华大地上普及。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